长安12时辰讲的是一伙恐怖分子酝酿了一个巨大的阴谋，要在这个长安城最热闹的元宵节当天把这个城市毁掉。时间紧，复习器里就这样吧。所有的都已经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死囚犯。这个死囚犯叫张小敬，他对长安城非常了解。死囚张小敬，捉狼卫，保长安今日平安。必须在1天1夜之内，将近100万人的长安城里面找出这一小撮凶徒，把整个长安城拯救出来。源头就是来自于知乎的一个问题，就是《刺客信条》这个游戏如果发生在古代中国是什么背景？我就写了一段李白和杜甫为主角的故事。写完之后大家反响很好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那这么光写这么一个片段有点可惜了。后来我就想起乾元博院的地下1层有一个巨大的沙盘，这个沙盘把整个唐代长安城的所有的细节全都表现出来了，108坊啊、水渠啊、兴庆宫啊、大明宫啊，俯瞰整个长安城，你就很有种创作的冲动。最后是写出了长安12时辰。选元宵节这一天，就是因为方便故事里的这个角色们的行动。天宝3载，上元节西市开市。长安城它在平时的时候是有宵禁，只有3天是例外的，就是上元节。古代不像现代有各种各样威力巨大的炸弹呀，这些生化武器。如果是要给长安城制造一个全城级别的危机，那么火攻是唯一的，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40楼37坊，一触起火，4个时辰内，火势便会蔓延至37个地方。若多处同时遭人放火，后果不敢想。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数以木材为主，很容易烧一片。会昌年间，长安城就遭遇过一场大火。唐玄宗的年间也有过事情，当时他有一个近臣，他的亲戚要把整个长安城烧掉。当然这个阴谋特别荒唐啊，很快就被平定了。天宝3载实际上算是相对平静的一年，这一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。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故事，就应该发生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一年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我们平静生活的背后，有多少差点发生的这些危及到我们生命的大事，被很多人在黑暗中挡下来了。大案读数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数据嘛，所以说里面我也是虚构了一个人物，他具备了现代程序员的这种思维。他虽然没有电脑，但是他本身的这个户籍的整理啊，包括他的这个调阅呀，这些数据分析已经做得很先进了。中国古代从周代开始到秦代、汉代，包括到唐代，档案管理都非常的精密，会意识到统计或者说是统计数据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。很多人问说，你设计这个名字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柔软的名字，听着像女孩？我说这个不是说我起的，这个历史上它就是叫这个名字。有一个书叫《安禄山事迹》，里面讲到马嵬坡事变的时候，就提到一句，说是杨国忠走过去，然后有一个骑士叫张小敬，啪的一下把他捅死，把他脑袋割下来。什么事情没有长安几十万人命重要？我在书里面特别让张小敬表示过，就我想守护的是这些老百姓生活的这个长安城。那么要做拯救长安城的话，他只能牺牲自己，或者去牺牲了很多他亲手布下的暗桩啊。他性格就是我要做目前我能看到正确的事情。请张帅赐福。很多人看完之后会去西安专门去博物馆找，这是在书里哪一段出现的东西。后来自己会去研究当时的这些各种典章制度什么的，最后变成一个比我还专业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，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，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长安城，让他们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所在。